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K 老师，是一名风水师，也是一名占卜师。上一集跟大家分享了开口煞的观念，这一集来说说大门对电梯为何会产生负面的影响。那如果想知道上一集，可以往回去看。为了可以比较明白完善的指出解决方法，这一集会出现比较多的专业术语。如果你对风水的基本概念是完全没有的，也没关系，看个大概也能明白是什么意思，就已经足够了。先来看看到底电梯跟大门是如何产生负面影响的。大门对电梯，尤其是这一种迎面而来的这一种会产生能量的对冲，这里指的能量也就是一般人说的气。那刚提到说的这一种对冲，你也许有听到专业的术语过，叫做六冲。这里大家需要明白的就是，由于冲的气不一样，那影响的结果也不会是一样的。总结的来说，就是由于能量的对冲，所以产生了不良的影响。而气流的对冲的概念，也就像是这样子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电梯本身的上上下下并不固定，所以电梯的能量会带动了明堂的不安定。那也许你会听过，只要大门尽量不要跟电梯门同时打开就没事了。答案是并不会。这个就算电梯门跟大门没有同时打开，它都还是会有影响的。只要电梯门打开了，电梯的能量就会往外流。如果这些能量不去解散，就会随着时间逗留的越长，累积的能量也会越来越大。那如果住家大门此时一旦打开，住家大门的能量也会往外流。由于电梯门和明堂大门能量是不一样的，这时候就会产生能量的对冲。对冲的点就会导致冲击的能量一直的在逗留，但大多都会被反冲回来。所以能量聚集的时间越久，就会越来越大。这时候解散能量就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关键。所以处理这些的问题，关键在于：第一，要观察那个电梯门的开关的次数；第二，跟住家大门的距离它是有多远和多近；第三，气流的能量它的解散程度是到多少。把这3点都考量进去之后，才会知道影响到底有多大。所以知道电梯对大门是如何产生影响后，我们就可以根据原理去处理掉这些所有的问题。简单的说，要解决这些问题，就是要化散和安定这些冲来的气。具体应该怎么做呢？那现在再跟大家透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它其实是跟方位有关。比如说，大门跟电梯的方位出现子午冲，跟方位出现在辰戌冲，它的影响结果是不会一样的。所以也就是说，传统上一般上用的这种山海阵、八卦镜等等的制煞物，不管是使用哪一些制煞物，只要在化煞的时候都没有考虑到以上那3点的关键，那这个处理观念就未必正确了。我们再打个比方，现在我们把看得到的、碰得到的水换成刚刚我说的能量或者是气流。那现在呢，有一艘邮轮沉船了，里面的电梯每上下一次就会把水打上来。这个时候水来得快不快，是不是关系到电梯门的大小以及开关的频率呢？那如果这个时候换成是一个不常开关的电梯，是否影响的层次又不一样了呢？总结来说，就是每一个化解方法必须考虑到原理的关键才最为妥当。所以无论在什么时候，如果这些化解的物品在还没有经过附赠之前，都只能做参考作用而已。所以要附赠最好的方式，最好就是透过占卜去得到某件物品是否能够化煞，化这些开口煞的煞气。以上就是大门直线对电梯呈现六冲的讲解。那如果好像是这样子的话呢？侧门对电梯的话，这个时候也许你会想，都已经不是六冲去冲了，那这个时候又应该是怎么样的状况呢？这个我们叫做三行，三行有生有克，每一个地方的能量都不一样。我们用简单的东南西北来做举例好了。比如这张图，先假设电梯在南方，那就是五行属火的方位，然后东方这里是一户，西方又是另外一户。那东方五行属木，那这一户跟电梯的关系就是属于木生火，那它是属于泄的关系。另外一户呢，它是西方五行是属金，这一户呢跟电梯的关系又是属于火克金，那属于被克的关系。所以影响方面虽然没有六冲那么严重，但是最终还是造成了能量的减损，这些都会造成负面的结构。如果
电梯对面是楼梯或者是大窗户的，那会相对的比较好，因为电梯带来的能量可以有效的散得比较快。处理大门对电梯的方式呢，就如以上。由于每一个布局和化解的方式都不一样，这里也很难一一的跟大家说明白。如果有需要，可以找我们来帮你处理。喜欢 AK 老师的影片，记得点赞、留言、跟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。点赞和分享越多，你也会得到更多的风水知识。订阅频道时，记得打开小铃铛，也记得关注我们的 FB 还有 IG。有疑问的话，可以私讯我。那如果你有其他题材想了解的话，可以在下方留言。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啦，拜拜。